认识仪器2共有4个实验，目的希望大家可以学会如何使用函数产生器与示波器。实验1，透过正弦波输出，让大家实际设定、连接，并观察波形，熟悉函数产生器和示波器的操作。实验2，观察函数产生器输出端子讯号与同步端子讯号的关系。实验3，观察方波特性，同时理解耦合的功能。实验4，实际接一个电阻电容电路，观察正弦波讯号特性，还有理解相位差的概念。实验1，请依照投影片设定函数产生器与示波器。整个实验要特别注意，耦合是针对通道做设定，不要错误设定成触发耦合。第一部分，用示波器观察一个简单的正弦波。通道的耦合先设定成直流，记录波形时，请依照各班助教要求。第二部分，正弦波条件不变，但示波器耦合改为交流，同样也是记录波形。第三部分，故意把频率降到 0.1 赫兹，这个时候波形不会立刻出现在荧幕上，请同学耐心等待。等到波形出现后，观察并回答相关问题。第四部分，微调频率从10 MHz 到60 MHz。请问除了频率改变以外，还有哪种物理量改变了？它的变化趋势如何呈现？这是一张标准的波形记录。图面上至少有11个指标需要标注。一般来说，用手绘制必须注意不要有遗漏，一旦有疏漏，波形的讯息就不够完整。如果是直接用示波器截取图形，那么在适当的设定下，大家就可以得到这样一张完整的波形记录。这时一项指标依序是：通道电压的0未准标示，触发未准标示，通道电压的刻度，时间轴的0点标示，时间轴0点的位移，时间轴刻度，触发源，触发未准大小，通道耦合模式，量测值，待测波形。详细操作请参阅其他教学影片。实验仪记录表，请各位依标示附上所需的图，手绘需要标注的项目不要忘记。实验2，请依照指示设定函数产生器以及示波器。待测的波形除了函数产生器的输出讯号以外，这次连带同步讯号也一并观测。示波器的通道1指定观测函数产生器的输出，示波器的通道2指定观测函数产生器的同步。在适当调整画面后，请同学记录此时的波形。务必将通道1与通道2的波形画在同一个画面上，并回答同步讯号的波形为何？它的峰对峰值大小多大？实验2记录表标示完整的波形图，必须同时含有输出讯号以及同步讯号。记得回答同步讯号大小多大，形状为何？实验3，请依照指示设定函数产生器以及示波器。本实验的交流讯号是方波。方波的基本特征包括频率与峰对峰值。峰对峰值通常用高电位与低电位表达。此外，还有占空比，定义是高电位出现时间除以整个周期的比例。第一部分的占空比是 80%。通道耦合依序是先直流耦合，再改为交流耦合。当同学完成设定与适当调整示波器画面后，请记录下波形。第二部分，占空比改为 20%。接着重复之前的步骤。这是一个对实验3的小提示，各位可以注意到，当通道1
与通道2观测同一个方波时，随着通道耦合的不同设定，画面呈现的波形也略有不同。主要的重点在通道0位准的不同，请大家务必了解这种差异代表的含义为何。实验3记录表，请各位依标示附上所需的图。要注意的是，请调整通道耦合，不要错误调整成触发耦合。实验4，这是本学期的第一个电路，在投影片中会详尽附上协助各位制作的资料。此后只会附上电路图，请同学务必熟悉如何从电路图转换成实际的电路连线。这次待测目标为一个电阻电容电路，或称 RC 电路。关于 RC 电路的充放电特性，稍后实验会仔细讨论。目前，请大家照着接就好。依指示设定与接线后，各位可以观察到输入节点与输出节点各有一个正弦波，波形相似，但峰对峰值不一样，而且两者有相位差。记录波形后，请回答哪个通道的相位领先，领先多少度。稍后改变触发源，再重复上一个步骤。触发源与触发位准对于波形的影响，请各位务必详细观察。对于不熟悉电路图与实际环境关联性的同学，这边提供一张示意图说明。为了简化表达的复杂度，电路图都会用符号来表示。电路中的讯号源，直流可以用电源供应器产生，交流可以用函数产生器。电容有2个片状符号表示。电容的介绍，稍后的课程会说明。电阻符号呈波浪状，同学必须用认识仪器依所学，从材料包挑出来使用。每个零件，或称每个元件，它的每个接角都需要连接。实验4的元件刚好都是2只接角，请注意各元件的2只接角到底如何连线。本页将实验4的实际接线图附给大家，各位务必要熟悉电路图与接线图的转换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边还额外增加了示波器通道的连接方式。整个电路的接地点都是同一个节点，所以在下方黑线部分，同时有函数产生器的接地、通道1的接地、通道2的接地，还有 RC 电路本身的接地。实验4记录表，请附上标示完整的波形图，必须同时含有通道1与通道2。记得回答2通道的大小、2通道的相位差。最后，当改变触发位准时，请问画面上的波形怎么移动？最后，复习相位差的定义。2个同频率的正弦波，它们之间的初始相位角如果不一样，就会产生相位差。反之，如果一样，则称呼2正弦波讯号是同相位。数学表达是在投影片中，请各位参考。在示波器画面上，横轴是时间轴，越早发生的事件出现在越左边，越晚发生的事件在越右边。因此，以正弦波为例，假设观测2个讯号的上升阶段，越早上升的相位越领先。此外，一般来说，表示相位差的时候，会取比较小的角度。详细的说明，请参阅其他教学影片。